有沒有一種時候，你突然覺得自己很像被世界登出了？手機一天都沒響，群組聊天200則，沒有一則是在找你。公司有聚餐，你最後一個知道。朋友出遊，看照片才發現，咦，原來有這團。更慘的是，你開始懷疑人生，是不是我存在感太低？是不是大家都把我忘了呢？然後呢，今天的經文以西結書34章11到24節，就是寫給所有覺得自己被遺忘的人。背景不用講太多，前面神剛剛痛罵那些失職的牧人，現在畫風突然180度大轉彎，神說：看哪，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。各位注意，不是派助理，不是成立專案小組，不是外包，是我親自。這句話暖到不行。然後呢，我突然想到現在客服啊，你打電話進去，您好，目前有27位客戶等待中，按1，按2，按3，最後終於接通。客服說，請稍後，我幫您轉接。再等15分鐘，電話斷了。人生有時候就是這樣，一直被轉接，可是神沒有，他說我親自來，這就是最大的差別。然後呢，神開始描述他會做什麼，他要尋找失散的，領回走迷的，纏裹受傷的，醫治有病的。哇哦，這根本不是牧羊，比較像全方位人生顧問， GPS 導航，心理諮商，家庭醫師，加上24小時道路救援，全部包了，而且全年無休誒。然後呢，最有趣的是，羊到底怎麼迷路啊？我以前以為羊一定是突然跑很遠，後來發現很多羊不是暴衝，是一口草一口草慢慢吃，吃着吃着抬頭一看，咦，大家呢？是不是很像我們啊？本來只是想滑手機5分鐘，結果凌晨1點，本來只是看一支短影片，最後開始研究如何自己蓋木屋。人生很多偏離，不是一次決定，而是一點一點。然後呢，神沒有說誰叫你亂跑，他先去找。很多人以為信仰就是神一直罵人，可是今天這段經文完全相反。神第一個動作不是責備，是尋找。因為在神眼中，迷路的人不是麻煩，而是寶貝。然後呢，可是故事還沒結束，神後面突然說他還要審判羊和羊之間。咦，怎麼回事？原來不是只有壞牧人還有壞羊。有些肥羊自己吃飽，還故意踩爛青草，自己喝乾淨水，還把水攪混。這就是典型的我有你不能有，這是不是很現代啊？公司有人藏招，怕新人學會，同事成功就偷偷酸2句，排隊買限量商品，自己買10盒，後面的人1盒都沒有，還說手速慢不能怪我。神說等等，我也會處理。然後呢，原來神不只是安慰受傷的人，他也看見那些偷偷欺負別人的人。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沒人知道，主管不知道，家人不知道，朋友不知道，可是神知道。他不是沒看見，只是還沒有出手。所以不用急着替自己報仇，神比監視器還清楚。然後呢，最後神應許他要立一位牧人，就是大衛。當然以西結寫這段時，大衛早已離世，所以這更像一個預告，真正的大衛子孫就是後來的耶穌。耶穌自己也說，我是好牧人。他不是站在山頂吹口哨叫羊自己回來，他走進曠野，把迷路的羊扛在肩膀上，
各位注意，不是叫羊自己爬回去，是它背回去。恩典就是這麼不可思議。然後呢，我們常常覺得自己不夠好，神應該懶得理我。可是今天神一直重複一句意思，我去找，不是你先找到神，而是神先找到你。就像小朋友在百貨公司走失，真正着急的一定不是孩子，是爸爸媽媽。孩子可能還在研究玩具，爸媽已經快哭了。神對我們就是這樣。最後我想說，如果你今天覺得自己很累、很孤單、很迷失，不要急着給自己貼上沒救了的標籤。你可能只是離羊群遠了一點，不代表離神太遠。因為真正的好牧人不會因為羊迷路就放棄尋找。真正的愛也不是等你完美才靠近，而是在你最狼狽的時候，已經走在尋找你的路上。也許你以為自己是在找人生方向，其實是神早已朝着你走來，只等你回頭，發現他一直都沒有離開。金句：真正的好牧人不是等羊自己回家，而是主動走向迷路的羊。神最大的恩典不是等你變好才愛你，而是在你最迷失時，他已經出發來尋找你。